冬天来了，好冷啊！相信小伙伴们都非常好奇，我们的房车要怎么能够安全的度过寒冷的冬天呢？今天这期视频我就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房车要怎么做好水路系统的过冬准备。好，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主题吧。首先，我们为什么叫 Winterize 房车？顾名思义 ，Winterize 就是给房车做过冬的准备。因为冬天的气温会降到0度以下，常温液态的水会转化为固态，固态的水也就是冰，它的密度是液态水的90%左右，因此冰的体积会膨胀10%左右。如果不在零下温度之前把充满水的房车供水系统排空，膨胀后的冰会撑破水管、水泵、热水器等零部件，导致供水系统损坏。Winterize 供水系统大致有2种方式，使用防冻液或者是使用气泵。使用防冻液需要用防冻液来代替房车的供水系统里的水，因为防冻液里含有一定比例的酒精，所以可以把液体的凝固点降低，在一般的冬天零下温度就不会结冰。使用气泵原理和防冻液完全不同，这种 Winterize 的方法是用空气把供水系统里的水排空，这样就不会有水结冰，损坏水管和零部件了。简单的对比一下2种 Winterize 的方法。防冻液的优点是比较直观简单，不容易出错，也不需要气泵。缺点是防冻液价格不便宜，一般是3到4美元1加仑，而且防冻液毕竟是化学制剂，也有异味。在使用供水系统的时候呢，一定要用清水充分的冲洗整个供水系统。还有呢，就是防冻液有颜色，含有色素，一定要注意及时清洁，避免染色。用气泵的优点是不需要花钱买防冻液，也不用担心味道和染色的问题。缺点呢是需要有气泵，而且一定要注意气泵的压力，避免损坏供水系统。一般40 psi 的压力就是可以的。还有呢，一定要确保水都排干净。还有一点就是排水系统没有办法用气泵，所以呢还是要配合防冻液一起 Winterize。2种 Winterize 的方法使用得当，效果是差不多的。我自己不喜欢防冻液的味道，所以呢一般我是使用气泵的方式。今天我也是给大家演示如何用气泵来 Winterize 房车。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来看具体的 Winterize 步骤吧。首先是排空清水箱，这里呢打开水泵和厨房水管，把清水箱和水都放空。当听到出来的水都是空气的时候，就可以关掉水泵了。如果你的房车也有水压稳定器，注意要放掉里面的气压。我们的房车设计了这个接口，方便放气和再充气。接下来呢是要用到气泵了，让我们首先来排空热水器。如果你的热水器带有排水口，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打开排水口把水放掉就可以了。我们使用的呢是 Bosch 的 Mini Tank 热水器，它是没有设置专门的排水口的，所以呢需要用气泵把水排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需要从热水口连接到气泵，然后打开厨房的冷水阀把水排出。具体的原理呢，是因为热水器冷水的进水口位置比较低，而热水的出水口位置比较高，所以说把气压从上往下把水排出是最好的。好，现在打开车尾的热水水龙头，可以看到热水器里的水被排出了。接下来把气泵连接到 City Water 的接口，把3向阀转到 City Water 的位置。首先呢，来排空冷水水路，先来排空厨房的水路，打开水龙头，通气，可以看到空气慢慢的把水管里的水都排出来了。需要确认排空以后，关上厨房的龙头。接下来是打开浴室的冷水阀，同样的过程。最后是车尾的冷水水路。处理好了冷水，接下来是热水水路。首先打开厨房的热水阀，连接上气泵，确认排空以后呢，同样的方法来排空浴室的热水和车尾淋浴的热水。最后是下水水路的排空，这里呢需要使用防冻液。把防冻液加入到厨房的水池和浴室的浴盘，确认防冻液通过整个下水水管进入到了灰水箱，注意要及时清理防冻液，避免染色。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对大家有用，大家也记得关注我们，给我们点赞哦。下期视频见喽，拜拜。